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晚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大灾问》第20集啊，时间过得很快，日积月累啊，转眼间我们已经回答了200题的问题啊，问题还是没完没了啊。人生问题千万种啊，人生疑惑万万难呐。不止问题很多，无常也是很多啊。最近呢，我们海外的志工团队呢，发生了2件事情啊。一件是海外一个分会的前执行长啊，中风之后呢，没几天呢就往生了，才55岁。一件是我们现任的一个分会的执行长啊，他唯一的孩子啊，就是一个女儿啊，在他生日的时候呢，跟好友一起去潜水啊，这是海外的啊，去潜水，10个人下水啊。上来9个人啊，发现不对劲的，派人下去找，几个钟头后才找到，才35岁而已啊！不止人生无常啦，人体也是十分的脆弱。所以有一句话：“世生如樱花，哪堪夜半一阵风；世生如浮云，须臾变灭现无常啊！”这位前任执行长啊，跟现任的这个执行长的女儿啊，都是我们认识的法亲啊，天人永隔的这种悲痛啊，我们很能够感同身受。不过呢，再怎么不舍啊，还是要提起正念啊。我们所讲的学佛千日用于一朝啊，就是用在这个时候。提起正念，唯有祝福他，才是真正的帮助他。不只祝福亡者临安呐，也要期许呢生者心安呐。生命中啊，充满了无数的无常，要把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无常当作自己的上课一堂，每件事一次就警惕一次，这样日子才会越活越正常啊。我们大灾问直播呢，也是在借事练心呐，借境修心呐。借别人的事情来练我们的心呢，借别人的情境境界啊来修自己的心的意思了。刚刚我们提到的无常呢，跟接下来提问的这个问题呢，都是属于俗事，而我们就是以这些俗事呢来显真理啊，从中来学习啊。好，现在就来你问我答，知无不答，答无不尽啊。第一题。有人问以前我常常去寺庙，因为很多人说寺庙祈求大神会很灵验，但是当我去到大庙的时候呢，看到庙门口有很多乞丐，其中有断手的啦、断脚的啦，跟一些残障人士。我听说有很多人利用这些残疾人士去赚钱，一大早带他们去寺庙当乞丐，所以我去寺庙我就不给他们钱，我只是进去寺庙祈求平安我认为给他们钱是让他们制造更多的业力啊，请问我这样的想法正确吗？我相信这个是很多人的问题啊。其实这个是很不简单的问题啊。这一题是最近我在跟越南的志工交流的时候呢，他们的干部提出来的疑问啊。那其实越南也是属于一些这个小乘的一些佛教国家嘛那其实不止越南东南亚有一些开发中的国家都普遍存在这样的现象在很多寺庙里面呢，有一些断手断脚的残障的乞丐在乞讨而这种事情呢，其实是在考验我们的道德跟煎熬我们的良心我们都是希望社会更温暖，希望社会有温度希望大家彼此关怀彼此关注。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在寺庙固定的位置，有这些固定的乞丐，每天固定在这边乞讨，也发现了有些乞丐的收入居然比一般上班族还高甚至他们的背后有不法集团在操控，也就是所谓的职业乞丐了他们是集体行动的。然而，我们也不能武断或主观的去认定乞丐的真伪认定他一定是假的不能这么武断
即使是被不法分子利用啊，也是属于很不幸的一群嘛，不是吗？而有些单独行动的乞丐，确实是生活有困难的人。所以这个牵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要不要给这些乞丐钱？第二个，如何辨别这些乞丐的真伪啊？老实讲呢，这个很难去辨别。那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该怎么办呢？不论是学不学佛的人呐，修不修行的人呐，同情心是人皆有之啊。乞丐当然会现乞丐相嘛，才能博取同情嘛。对布施者而言呢，如果是真乞丐啊，我们施舍给他，当然我们就很心安嘛。如果不知他是不是真乞丐还是职业乞丐，即使布施给他，我们也是要心存真布施不怕假和尚。他拿了钱之后要去怎么处理，那是他的事情，我们无从得知啊。即使拿去造业，也是跟我们无关呐，因为我们不知啊，不知道啊。那因为我们是在传递一份善念，我们是心宽念存。那如果你怀疑而不愿给他钱，这个也不能怪你没有慈悲心呢。这个问题很难去回答，应该要怎样或应该不要怎样这是一些发展中的国家现存的社会乱象啊，很难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我们可以随喜给他一些钱他乞讨的钱回去要怎么使用，或他后面有没有不法集团在掌控，这个不是我们要去了解的事情我们也无从去了解了更何况呢，我们是偶尔碰到，给的也是一点小钱，给的也不是一笔大钱，更何况更不是长期要记住它，所以碰到了就给一点真布施呢，不怕假和尚啦这是思考的重点跟行事的准则了好，第二题，我很爱做志工但很怕人事问题凡夫的道场人事特别多，我该如何去面对，而不是让自己逃避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曾经也答过，好像有几次不过我相信内容不完全一样相同的问题，回答的内容不太一样因为答案不是一个的，答案是好多个不是说是志工的团体或修行团体的只要是人群呢，就免不了有人事的问题了有人就有人事的问题。做志工已经是在入人群了。佛陀时代呢，佛弟子们要出门去托钵化缘嘛就是修炼的必修，这是修行的必修功课因为离开人群就没有法好修了，不能离开人群成佛也在世间不能离开人群那学佛就是为了要成佛嘛，才学佛嘛。那为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要结好人缘就是要从入人群里面刚刚讲要戒事练心才能让自己的心智成长嘛。即使是3个人，都3人行必有我师那何况是一群人，那不是学习的更多吗？所以不能避开人群，但是要懂得避开是非避开是非不是要我们逃避现实不是这个意思要分清楚。避开是非是在心念上不与是非纠缠或羁绊，可以面对是非，但不被是非缠身不但不被它影响，反过来还要妙用它，让它成为助缘跟助道嘛，把是非变成教育，不是吗？常常讲嘛就是把问题化为菩提把烦恼化成佛的种子道理都是一样的这才是我们要学习的妙法，也就是用法之妙了。有一句近似语说，我们曾经讲过了逃避不一定躲得过了，面对也不一定最难受既然学佛或学习不能离开人群，我们就必须培养正念，并时时提起正念，才能在人群中不轻易被人事问题缠身而困扰，而陷入困境。碰到人事问题的时候，想要在是非中不落入是非，这个就要有处事无心跟对境无心的功夫了。这个曾经我们也解释过了这个就要
不只是在做志工，还要时时闻法。心中有法就有法度，有法度啦。心中无法就无法度，无法度。有法度的人就会把人事当教育的，无法度的人就会把人事当烦恼了。对治人事，对治人我是非了，有4个步骤了：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叫做事来即应，因过即放。所以要正面对决，不能逃避。逃避如果可以解决问题，那就好办了啊。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啊，心念不懂得转化，则烦恼或困扰还是如影随形啊。所以不经一夜寒彻骨，哪来梅花扑鼻香啊？这就是学习成长的必经之路，除此之外别无捷径。好，第3题，请问我喜欢做志工，但做志工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去对外募心募款呢？这样感觉好像在做直销事业一样，请问你的看法如何？好像曾经也有回答过这样的问题一样，解答的内容不完全一样。好，对外去募心募款，就是走入人群，去体会人跟人互动的道理，的做人处事的道理了。学佛不只要修于内啊，还要行于外啊。修于内就是知法脉，行于外呢就是入中门啊。2个双轨并行，就叫做福慧双修了这个道理要懂只有对自己的法门不了解或没信心的，才会觉得你在对外募款募心的时候是在做直销事业。直销事业是为盈利、为私利，募心募款是不为名不为利，是吃自己的饭做别人的事情，是要启发别人的爱心跟善念，是神圣的如来志业，怎么可以跟直销事业相提并论呢？当我们去向别人募心募爱，或走入街头去赈灾募款这个在学佛上叫做身体力行实际体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解行并重的意思了解佛法还要去实践佛法的意思那你说实际体验什么？体验1种米养100种人会看尽众生百态这就是什么真相跟实相，这是值得让我们学习那这个要投入人群才有办法去体验我们自己从自己的口袋拿钱出来帮助别人的，这个很容易，操之在我嘛。但是要说服别人从他口袋把钱拿出来去帮助别人，这个就比较不容易，因为操之在他你凭什么来说服他呢？所以学佛讲自度，度他，自觉觉他不但要自己启发爱心跟善念，同时也要去启发别人的爱心跟善念不但自己做，还要广邀大家一起来做那这个就要从自己跟自己的家里先做起这样净化人心、祥和社会的力量才会大嘛这就是一旦你进来做志工之后，还要鼓励你对外还要募心募爱的道理所在是启发爱心善念共振不是直销好，第4题，我是其他宗教信仰，但是我很认同慈济。我的组长鼓励我呢去上志工的培训课程，然而我的教友提醒我，我如果去受证慈济委员，会违背我本身的宗教，请问我要怎么办？做志工不只是来做好事，最重要是来学习做人处事的道理，就跟我们从小学到大学读了很多的书一样目的就是要学习做人处事的道理，而不是只是在学习一门知识跟学问而已。慈济虽然有佛教的宗教背景，但他所做的事情是超越宗教、超越种族、超越国界。他从来不强调传教，而是在传法。而这个法就是生活的智慧跟生命的教育以净思语来讲它不是宗教教育的残阳而是教你立身行事的准则。它没有宗教的敏感，任何不同宗教的人都需要学习这种生活的智慧，
受证慈济委员就是认定上人是我们生命的导航师，能指点我们人生的迷津，及接受上人教导我们做人处事的智慧啊。受证的条件也很简单，就是以清净跟单纯的心来秉持上人闻声救苦、救度众生的志向，去一心一志投入慈济工作。这个跟你是什么宗教一点都不抵触。举例来讲，大家更清楚，慈济在土耳其联络处的负责人呢，胡师兄呢，他就是回教徒。他现在跟他的太太在波兰进行慈济对乌克兰难民的发放工作。现在他是回教徒啊。印尼很多回教徒志工也是受证为慈济委员，他们的长老不但没有敏感，还很感恩慈济帮他们盖回教堂。菲律宾很多本土志工都是天主教徒，也受证慈济委员，也承担很多勘灾跟赈灾的重任啊。因为菲律宾分会呢，积极在落实志工本土化。再来，证严上人积极要翻转非洲，非洲的本土志工都是非佛教徒啊，很多也是受证慈济委员呢。他们是以穷救穷，谱出很多感人的故事，所以证严上人赞叹他们是黑珍珠嘛。所以总而言之呢，不同的宗教教相通，道相通，不会彼此违背的，都是叫人家做好事的。自己不要挂碍，就不会挂碍了；自己不要敏感，就不会敏感了啊。第五题，有一些志工认为，做志工或做公益就好了嘛，为什么要培训上课呢？这要怎么回答？要做好人，也要经过学习呀，才会变成有智慧的好人啊。培训上课就是学习，学习很重要。生性聪明但不爱学习，则很可能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憨厚老实是好事情，但不爱学习，这个就很可能遇事不能随机应变，不懂得通权达变了。简单讲叫做什么？单纯有余，应变不足了。应对就是没有学习嘛。做人耿直很好啊，做人很正直啊，但是不爱学习，那这样就很可能说起话来呢，心直口快，尖酸刻薄，也是缺少学习。有勇气承担，也能勇敢的承诺，这个算不简单的啊。但是不爱学习啊，这个就是什么？好勇不好学。有勇气有勇敢，但是好勇不好学，会怎么样呢？有勇无谋，造成匹夫之勇啊。所以只想做志工、做好人，却不爱学习，那就很可能变成烂好人啊。孔子讲的败坏道德风气的人啊，叫做乡愿啊。以球队来讲，球员都需要教练不断的给予集训嘛，不是吗？球技才会进步嘛。这个对任何种类的球队都是必须的。相信也没有球员会说，我只想参加比赛，但是我不想集训。集训就是训练，就是学习嘛。那志工团队的培训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这样才会从中培养正确的观念，训练坚强的道心，叫做培训嘛。这样才能够调整做人处事的脚步跟方向。尤其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才知道如何去对治它。培训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啊，这样的功能啊。志工们如果都有来参加培训或参加共修啊、精进啊，就能在各项活动中有相同的共知跟共识，彼此之间就好像外面的球队一样啊，那个球员之间彼此才会有默契嘛，道理也是一样啊。球员之间有默契，打起球来才会频频妙传呐，精彩连连呐，不是吗？那志工之间彼此有默契、有共识、有共知的话，那知心相契就是什么？顺畅和谐呀。以开车来解释呢，做志工就是什么？就是实际行动，踏油门。那培训上课就是什么？调整观念，就好像抓方向盘各位想想，一辆车子如果只有油门可以踏，然后没有方向盘，也没有刹车，
这个是不是很危险呢？对，同理啊，一边做志工，一边就要透过培训、上课或精进共修，去调整我们的理念跟什么跟脚步啊，这样所作所为才不会偏差掉，才不会努力跑错方向啊！碰到问题才能够随时破疑解惑啊！即使碰到层层关卡且关关难过，但因为我们有培训共修，有学习，有让心中入法，最后也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嘛。简单讲啦，做志工叫做学做好人呐，这是慈悲；培训共修就是学好好做人，这是智慧。做志工就要入人群，这是悲门；培训共修就是入经藏，这是智门。两者双轨并行，叫做悲智双运不能只在行善，却不提升智慧，否则会好心做错事啊。好，第6题，为何口欲难断？有什么妙法让我放下口欲吃素呢？其实吃素的问题我们已经答了好几次了哈。好，那这题是这样子，不止口欲难断口业也难修了。所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都是一样的道理虽然知道要如素才是不造杀业，也才不会跟病毒牵扯跟新冠病毒牵扯了，也才能够永保安康。也知道如素才能救地球，也看到因人类大量的非人道饲养及借重高科技大肆捕杀海洋生物造成现在的地球大反扑。这些多到无法估计而冤死的幽灵透过看不到摸不着的病毒报复全人类，造成这次新冠疫情的世纪大浩劫这是史无前例的，大大的教训了人类。所以这点上人才呼吁说，人人低头要忏悔，抬头要感恩以前说人定胜天，现在要讲敬天爱地，虔诚戒慎，词很淡，理很浓。以上这些道理都深刻了解了，就要付出行动，开始去茹素。从刚开始的少肉到无肉，再到蛋奶蔬食最后全素一步一步来并学习适合自己口味的素食烹饪。老实讲你素食煮的不好吃他也很难去吃素这个也是很现实的问题的那我们去学习适合我们口味的那种素食，那慢慢的胃肠慢慢习惯素食之后就会不习惯吃肉了这个跟早睡早起一样了，也是一种生活习惯了，习惯养成就变成自然的了，就没有什么困难的了好，第7题，我想度我家师兄来做志工，但他说慈济太多规矩，要他做志工可以要他上课守规矩他就不能接受，我该如何跟他解释？这个有时候先生度太太有困难，有时候太太度先生有困难，有时候度别人有困难，有时候度我们自己都有困难这个人有万万难习惯随心所欲的人他一旦要他接受一些约束哪怕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约束，他都会感觉很不自在，很不自由，因为他不习惯被约束然而呢，只要勉强自己一下，强素而行也就是勉强自己去做一件有意义跟对的事情，最后也因为短暂的勉强约束或者坚忍终将成为心智成长的超越与突破。这是每一位志工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也是成长的过程每一个人在还未改善自己之前就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了也就是我们以前讲的嘛，心如平原走马，易放难收嘛。把马放到草原里面很容易，要把它再牵回来就不容易的啦。人的心也是一样了未经佛法熏陶的人，很容易随心所欲，而且个性刚强难调服，个性很多了由于长久以来的任性、率性跟随性加上缺少约束，因此很难有好的形象气质。规是画圆的工具，矩是画方的工具。人无规矩不成方圆就跟那个铁不炼不成钢，玉不琢不成器，道理都是相通的。家有家规，校有校规，厂有厂规，道场也有道规，
国家有国法，军队有军令，开车也是有交通规则的。所以呢，到处都有规章制度，才能令这个国家社会呢跟这个家庭呢井然有序嘛。对，那戒规不是要限制我们的，而不是要让我们不自由，也不是要让我们不自由的。真正的自由不是一味的放纵或放荡不羁啊，或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不是这样，而是要从欲望的纠缠中解脱出来啊，不去做欲望的仆人，而被欲望操纵。相反的，要去做欲望的主人，而怎么操纵欲望、控制欲望，这样才是真正的自由啊！这个要有身心能力很强才有办法，所以要学习啊！自由还要再加上自爱，才会自由自在。一个心灵自由自在的人呢，自然是身心是清安自在的。把这样的道理善巧的讲给先生听，不要去说教啊，善巧的就跟他分享啊。刚开始呢，先投其所好，不要给他太多的规矩，你才有办法度他嘛。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他就不来了。这个可以，那个可以，刚开始什么都可以啊。先不要给他太多规矩，先动之以情，再小以大义，再说之以理，有时候甚至要诱之以利啊，最后再把它绳之以法啊。这个要一步一步来了哈，要用智慧，要用善巧。好，第8题，这2年来因疫情的关系呢，志工活动减少，很难带动志工。请问如何鼓励志工人自动自发的承担工作呢？啊，这个是我们目前碰到的一些问题了哈。做事是自动或被动，是积极还是消极，跟一个人的个性是有关的啊。这也并非不可改善呐，哦。而改善之道呢，就是要借着在人群中做人做事呢，去培养自己做事的一个心态啊，甚至改变我们一向以来不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呢。啊，这也是志工们做志工的自我期许跟自我提升呢。你在净世金圣里面，你看到证严上人跟常住师父为佛教为众生而分秒不空过。我们耳濡目染的，时间久了也会潜移默化，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跟工作态度，就变得很积极啊，不会浪费时间啊，这就是成长的过程嘛。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学习的机会哦。疫情关系呢，实际活动减少了，但是自修的时间却增加很多啊。要把时间蹉跎掉的很容易，要把握时间就很不容易啊。那而要蹉跎或把握呢，就跟一个人的处事态度是息息相关的。态度积极的人，他会用智慧安排时间，用善巧妙用时间，用速度换取时间啊。这是我个人对使用时间上的一个体会了啊。那态度消极的人呢，他会借口打发时间，浪费时间啊。那自己要对自己的慧命负责嘛。啊，不要什么都靠别人带动，自己要学习主动。个性主动的人会好好利用时间，所以在愉快中工作，在工作中呢获得愉快。那个性消极被动的人呢，他会积压工作，工作累积多了变成工作压力，所以他是在压力中工作，在工作中产生压力。所以你要问自己，你要活在哪一种情境里面？啊，这个都要学习的哈，互相鼓励的。好，第9题，有一些志工看到委员没有做好典范，而耿耿于怀，觉得受证委员后也不过如此，也因此呢，迟迟不愿受证，这要怎么办啊？已受证的委员没有做好典范，那是他要努力继续改善的功课啊。我们见不贤就内自省嘛。警惕自己将来受证以后不要跟他一样，对方现在还没有做得很好，我们就慈悲一点，给别人一点时间去调整，而不是去检讨别人。然后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们自己还没有做得很好，而别人却很严格要求我们，相信我们也希望别人给我们多一点时间来调整，不是吗？这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同理心就是智慧，同情心就是慈悲啊。那其实大部分的
辞呈或者是委员呢，都是正确的典范呐。大家都在学习要改善自己的嘛，哪有越改善越差的？越改当然越好啊，只是效果成效好明显跟不明显的问题而已啊。对，来改善的人都这样，没有改善的人不是更惨？对，所以我们学习正确的，不要去学不正确的，这就是分别智啊。别人对我们也是一样啊，也是学我们的优点，包容我们的缺点啊。道场里的每一个人，如果都是这样，天天见己过，不见他人过。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这样这个道场就很有道气啊，就能摄受人心，度化人心啊。看到别人做的不好不对而耿耿于怀，甚至难过不开心，这个就是近世语所说的生气是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啊，这是没有智慧的人啊。别人做错说错，那是别人的业呀，你因此难过痛苦啊，耿耿于怀，很不开心，那这个变成你跟他一起共业啦，对。好，第10题，读书会是否教人向善，或者教人做人处事的道理？那是否一定要佛言佛语呢？这个我记得上次有答过一次，但是问的方式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们答的方式也不太一样。读书会也好，培训课程也好，或上台分享也好，如果只是佛言佛语或讲一些艰深难懂的经文这样就好像在研究佛理一样不能说不对或不好啦会让听的人因为听不懂而没有兴趣，因为不够对机啦不是说这样不好，你要看对象那听不懂的人听你这样子讲，他就没有兴趣了他会感觉到步步空虚听不道理是要让人家听得懂也做得到，做过之后也能满心欢喜这样才会让他步步生莲嘛。即使讲经说法，也是要讲到让听法者能够听得懂，这样才是应缘说教，应他的缘说教法说法，观机斗教也才会对机嘛，否则会说者谆谆，听者渺渺有听没有懂其实上人也不喜欢志工在分享的时候佛言佛语讲佛理，不是这样子，而是要我们说我所做，做我所说。有的人说法中呢不提一个佛字，但是讲的都是佛法，就如上人讲的，在慈济里面看不到明显的佛法，但不是没有佛法，而是佛法跟生活全然结合在生活中行住坐卧举手投足都是佛法我们希望能走这种入世又接地气的菩萨道宣扬佛法也是一样，有时候可以讲佛经，有时候不一定要讲佛经要看时缘人缘地缘，要看对象来应机更不是对别人说教说法还可以，说教就尽量不要了。我们何德何能对别人说教呢？其实上人就是这样，他常常跟不同的志工团队举行那个温馨交流，你看起来好像在交流其实就是在传法。透过心得分享跟温馨交流呢，效果好得很，这就是用法之妙我们以前提过嘛，富罗那也是一样他不但没有对那些蛮荒国的那些人，那些不是外道是无道的对他们说法，他也没有对他们说法，也没有对他们说教但所作所为很接地气，也很对机，所以产生妙用，结果度了500个人追随他，这就是妙法好，我们10题的问答全部答完了，我们感恩大家来学习，一起学习，祝福大家听得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感恩大家，再见。